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相信各位应该也是没有发现到啦，因为如果有发现到的话，讨论区那边应该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了，而且我身边的玩家好像都没有特别去在意这件事情啦，就是博物馆已经更新了尼布甲尼撒二世还有居鲁士大帝的博物馆，虽然已经没有多少玩家关心啊，不过还是要稍微来讲一下啦。尼布甲尼撒二世提升的是工兵攻击力 15%， 普通攻击伤害减免增加 10%。如果它这个提升换作是以前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啦，但是对于目前的版本来讲呢是有用的。但尼布甲尼撒二世有没有人继续用它来做集结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因为现在主流的集结呢都没有用到尼布甲尼撒了。另外一个居鲁士大帝呢，别说现在啦，就连以前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玩家会去使用。提升 3% 的技能伤害，还有提升主动技能伤害系数150，就有点类似像曹操的提升这样子啊，你们会看到这边旁边多出了一个绿色的字体，说博物馆加了300这样子。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必要就是去解锁尼布甲尼撒跟居鲁士大帝的博物馆呢？在我个人看下来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尼布甲尼撒不是每一个玩家都有，而且现在的主流集结呢也用不到尼布甲尼撒，因为就算你们去提升了博物馆之后，它这里的数值还是偏比较低一点的，防御力会比较高啦，有 30%， 然后刚刚博物馆会提升 15% 的攻击嘛，但是它的伤害毕竟还是属于比较低一点的，而且是有 AOE 啊，如果对方他们是有分散你的 AOE 的话，它的伤害就会更加低。觉醒技能这边的伤害加起来也就只有2000而已，但是我们比较起现在比较主流的工兵集结，看沙普尔一世，它这边的伤害算下来都已经有3200的伤害，是直接碾压尼布甲尼撒所以有什么必要去开掉尼布甲尼撒呢？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的，而且现在都是用亚述搭配沙普尔嘛，亚述这边的伤害算下来都是有2500了，就算他的这个5支敌方部队有递减也好，但是他下面这边的1000伤害是没有递减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亚述他的觉醒技能啊，这边提升都很高，如果可以拿到这个造成技能伤害提升 20%， 当然会更好啦。最主要就是统帅的设计啊，因为像新的统帅呢比较多，设计呢都是会针对一些比较新的驻防啊去打他们，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比方说现在沙普尔一世其实还蛮克制哥哥的，就是打到哥哥的报告都是赚的很多的。假设你们是用步兵来做驻防，然后对方用工兵来做集结的话，你们基本上也不需要去想着说你的报告会有多好的。像我的观众之前就有分享了一些工兵的集结报告呢，都是用沙普尔一世搭配亚述的，可以赚很多的战损比。当然他这些是第二个集结啦，双集结的情况下打出来的结果，这个应该是他们第一个集结啦，就是赚了10倍的战损比，然后第二个集结这个更夸张，赚更多所以在这么克制步兵的情况下，我相信应该没有多少人想要把它换回去尼布甲尼撒，然后用尼布甲尼撒去做集结了吧。毕竟沙普尔它的设计呢就是针对德川家康跟哥哥这种有护盾的统帅，并且再加上沙普尔它的原型 AOE 会比较特别一点啊，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觉醒技能，就是它在集结的情况下有 15% 的概率对命中部队，这命中部队是你的目标的圆形范围，而不是你自己自身的部队的圆形范围，所以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它可以透过那个关卡打到目标的，然后造成失去1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200。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它的主动技能可以让对方的护盾无法生效。那我发布这个影片的时候，新的步兵统帅就是伊瓦尔应该是还没有出现的，所以如果之后你讲要用其他的集结统帅去打爆大卫的驻防的话，应该也不是工兵啦，毕竟骑兵本来就是克制工兵的嘛，由步兵去克制骑兵会比较合理一点，所以大概率也是不需要用到尼布甲尼撒啦。所以在博物馆那边呢，你也不一定要去开启尼布甲尼撒它的博物馆，而且估计伊瓦尔应该可以打到大卫满地找牙，因为现在大卫驻防
房呢是真的有一点逆天啊，我也没有想到它的住房原来这么厉害。但如果你们是说要用于野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要去解锁，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在的搭配其实已经足够了，而且我相信多数的玩家，尤其是比较新的玩家，应该都是没有尼布甲尼撒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解锁。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应该也是觉醒了不少后期的一些工兵统帅，就是讲尼布甲尼撒已经是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了，除非你是其他的工兵统帅全部都没有，你只有尼布甲尼撒、诸葛亮、李成桂跟秦始皇的话，那你就去开掉你的博物馆。因为如果想到新的工兵出现的时间呢，应该也是要等到差不多5月左右。如果你们等不及要开始 KVK 的话，可以去解锁，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啦。至于居鲁士大帝呢，他的博物馆要不要去解锁，也是更加没有必要因为本身玩家就没有在使用居鲁士大帝了，而且他的 AOE 是有概率性的，而且他这个概率性触发呢，不是每一次都有，比较困难一点啊。像我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过，现在 AOE 是王道，如果你的统帅搭配没有 AOE 的话，基本上你们在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中是很难生存了，或者是你的统帅战报呢就不会到很夸张，不会很赚。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后还会做一个影片讲一下，因为有不少的观众发现到我现在连霍去病都没有用了，我反而是用贞德搭配威廉的一个组合，但是这个都是后话啦，这个我另外开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讲用了怎样，效果如何。所以你们只是光靠这一点 AOE 的问题就已经可以排除居鲁士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伤害真的有一点可怜啊，因为如果以他的技能来看，他是属于单体统帅，再加上博物馆那个提升，他最多也就是提升1550的伤害而已，这个对于目前的版本来说真的是太低了，所以没有必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相信没有几个玩家是觉醒居鲁士大帝的，就算你是有觉醒了，相信近期统帅置换你们都已经把它给换掉了，不管是去年的统帅重置或者是统帅置换，应该都把它给换掉了吧。所以根据我这样子的说法，相信大家应该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没有玩家去关心这个博物馆到底有没有更新的事情了。就在这边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穆罕默德都没有再去提升了，因为之前我是有用穆罕默德来搭配我的骑兵统帅的，毕竟各位也知道啊，你要骑兵统帅啊，你要出5队啊6队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统帅不够用，不能搭配这样子。但是我这边解锁的依旧只是解锁骑兵而已咯，就是看他们还有没有继续再提升啊，如果有的话我会再继续解锁，但是孔雀就没有必要，孔雀是真的没有什么用到。而且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现实的话，就是博物馆的统帅呢还是过渡期，就是讲你博物馆的统帅不管他怎样提升都好，除非是真的提升的特别夸张之外，否则新的统帅肯定是能够比起博物馆解锁的统帅还要更好更强劲，除非是有一些特别案例啊，就比方说像阿提拉，因为我们现在依旧还是要用到嘛，所以他的博物馆呢你是肯定要解锁的。还有像一些玩家他们依旧还是有使用威廉啊，也是要解锁。李成桂这个肯定要解锁，因为李成桂是在博物馆里面少数他的提升是很高的，像他这边技能伤害提升12%，他本身自己的提升都已经有提升50%了。那同样是提升技能伤害的情况下，为什么居鲁士那个放不上台面呢？就是他提升的太少了，他没有像李成桂这样子的机制，再加上李成桂他自己本身就有原型 AOE， 而且是固定触发而不是概率触发，并且解锁了李成桂之后他的防御力有提升嘛，像我们现在很多工兵呢都比较脆一点，工兵也是时常被大家锁定为第一攻击的目标，所以他那个防御力提升呢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关于博物馆解锁，我在之前都一直跟大家讲，是你们有用到的统帅才解锁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去解锁一个你根本没有的统帅，但是你还要解锁，有什么意义呢？像查理马特其实他也是可以解锁，但是因为我没有查理马特啦，所以我就没有解锁。如果你们点开博物馆看的话，可以看到查理马特他的攻击力提升是很夸张的，加50%，然后生命值提升10%。所以这边做一个总结啊，为什么玩家都不再关心博物馆有没有更新的问题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些博物馆里面的统帅你不一定有，就算你有了你也不一定会去拿来用。为什么呢？这个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的统帅比起旧的统帅，尽管你是已经提升了博物馆也好，但新的统帅能力、素质、机制都是超越旧的统帅的。就比方说现在骑兵都已经更新到有原型 AOE 了，那你还拿一些旧
旧的骑兵统帅来做什么？你去解锁孔雀的博物馆做什么？对不对？又或者像秦始皇根据鲁士大帝，你会选择去用哪一个统帅？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开销的问题啊，因为在前期可能有比较多的玩家，他们已经解锁了第1到第3代的统帅，或许不像我这样子全部骑兵都解锁啦，有些人可能是骑兵、步兵、工兵都有解锁，就变成说他们这边的展位结晶跟文物结晶剩余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解锁下去，也有这个可能。另外一点其实也是官方造成的啦，就是现在每日特惠宝箱其实更新得很快，你们可以看到连白起你都可以去召唤了，德川家康也可以，它更新的那个频率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快，就连速不台都已经有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啊，白起他是第10代的步兵统帅，现在我们最新出的统帅其实是11代，就是讲它只是相差一个代数而已，等于说其实玩家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最新的统帅，你没有必要再去练那些旧的统帅，数值更低，它效果比起新的统帅还要更差。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官方的黑箱作业啦，为什么？因为如果它的博物馆这边提升到很高的话，那还有玩家会想要去花钱花宝石去抽取新的统帅吗？不会嘛。那它放在转盘，放在每日特惠宝箱，你至少会消耗你的宝石，会去用钱去购买礼包解锁这些新的统帅，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策划他们这一生人最后悔的就是把里程柜设计到太强了导致玩家到现在还使用里程柜，因为如果他这个里程柜设计的差一点点的话，至少他们都可以再赚到一个统帅培养的费用。不过根据现在每日特惠宝箱的进度来看，很大可能在白起之后就会推出秦始皇，到时候人人都有秦始皇了，人人都可以赚很多的占比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博物馆的更新还有博物馆的情况，所以各位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